很多人以为新加坡豪掷200亿新币修建大使港，只是为了巩固亚洲第一大港的面子。200亿新币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能建造好几艘最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对于一个连淡水都需要进口的微型岛国来说，这绝对是一场押上全部身家性命的豪赌。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乎新加坡未来50年国运的生死战。如果不建大使港，新加坡不仅会失去航运中心的王冠，甚至连国家生存的底层逻辑都会被彻底颠覆。在这个地缘政治撕裂、供应链重组的时代，马六甲海峡的地理红利正在被周边国家疯狂蚕食。曾经躺赢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今天我们就来硬核拆解这座号称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港口究竟是如何用极致的效率和算力为新加坡强行续命的。看完这期视频，你就会明白，大使港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基建项目，而是新加坡面对未来危机的终极保命符。长期以来，新加坡似乎只要躺在马六甲海峡的咽喉上就能数钱。全球20%的航运集装箱，60%的中国能源进口都要从这里路过。但地理红利从来不是永久的护城河。看看新加坡的邻居们在干什么。马来西亚不仅在疯狂扩建巴生港，还试图通过东海岸铁路和黄金港分流货物，甚至拉来了庞大的外国资本入局，想要直接截胡原本驶向新加坡的远洋货轮。泰国更是不断抛出总投资高达390亿美元的路桥项目。这个路桥项目一旦建成，货船可以直接在安达曼海卸货，通过铁路穿过科拉地峡到达泰国湾再装船。这不仅能避开日益拥堵且海盗频发的马六甲海峡，还能为航运公司节省4到5天的航程和高昂的燃油费。在利润微薄的航运业，这4、5天的时间差足以让无数船东倒戈。这就像是在新加坡的大动脉上架起了几把随时可能落下的屠刀。对于一个国土面积只有730平方公里、完全依赖全球贸易的岛国来说，航运枢纽地位一旦被削弱，哪怕10%，依附其上的金融、保险、法律服务、跨国总部结算中心就会面临雪崩式的外流。面对这种腹背受敌的绞杀局势，新加坡没有退路。作为一个高成本国家，它不可能去和拥有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邻国打价格战，只能选择降维打击，用绝对的技术壁垒和超前的战略规划，把竞争对手甩在另一个时代。而大使港就是新加坡用来掀桌子的终极武器。但这把武器究竟藏着什么不可替代的硬核壁垒？如果只把大使港看作一个大码头，那你就完全低估了新加坡政府的算计。大使港的本质是一台由人工智能和超级算力驱动的巨型计算机。到2040年全面建成时，它的年吞吐量将达到恐怖的6500万标准箱。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目前全球第一大港上海港吞吐量的1.3倍，几乎能一口吃下整个东南亚未来几十年的增量。但大使港最可怕的不是规模，而是极致的效率。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传统码头工人的身影，彻底告别了三班倒的人力疲惫。全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配合数百辆纯电动无人驾驶的自动引导车，全部由中央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毫秒级的路径规划。系统甚至能提前预判天气变化和航线拥堵情况，在货船还没靠岸时，就已经为每一个集装箱安排好了最优的装卸路线。不仅如此，大使港的水深设计足以停泊未来世界上最大级别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在航运界，时间就是真金白银，船舶多停泊1小时，就是数万美元的成本消耗。大使港通过算力将货物的周转时间压缩到了物理极限，这种效率壁垒是周边那些靠廉价劳动力抢生意的港口根本无法复制的。但这还只是一层逻辑，更绝的是，这笔200亿新币投资背后隐藏着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国家级资产置换。为了建大使港，新加坡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原本分散在市中心的丹戎巴葛、吉宝、布拉尼和巴西班让4大码头全部打包搬迁到最西边的工业区大市。这不仅彻底解决了过去跨码头中转极其低效、货车满城跑的痛点，更直接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腾出了高达1000公顷的黄金海岸线。这片区域将崛起一座全新的南部滨海城市。大家可以算一笔账，这1000公顷中央商务区土地的商业和地产价值绝对是几千亿级别的。它不仅能轻松覆盖大使港200亿的建设成本，还能为新加坡未来的高端科技产业、人工智能实验室
以及跨国企业亚太总部提供极其宝贵的物理空间，用一个新港口换来整个国家城市格局的重新洗牌和土地价值的超级裂变，这才是真正的高维打法。不过，硬件和土地的重组只是内功，大势港真正要应对的是全球贸易规则的巨变。如果说效率和土地是新加坡的内功，那么大势港真正能抵御地缘政治风险的护城河，是它精准踩中了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历史进程。近年来，跨国巨头都在搞中国+1战略，把工厂分散到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地，比如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来自中国，在越南进行组装，最后发往欧美市场。供应链越是碎片化，越是复杂，跨国企业就越需要一个极其稳定、中立且拥有顶尖金融和法治体系的控制塔来统筹全局。东南亚虽然代工厂遍地，但能充当这个控制塔的只有新加坡。大势港不仅处理物流，它背后绑定的是新加坡的资金流和信息流。当跨国公司的货物在大势港中转时，他们的外汇结算在新加坡的银行完成，他们的商业合同由新加坡的法律保护，甚至他们的供应链金融也是由新加坡的机构提供授信。这种三位一体的深度绑定，让全球巨头根本离不开新加坡。此外，大势港还在酝酿一次对周边港口的降维打击，那就是绿色航运。随着国际海事组织对碳排放的监管日益严苛，未来的巨型货轮必须使用绿色甲醇或氨气等清洁燃料，但这些新能源的储存、运输和加注技术门槛极高，普通港口根本无力承担高昂的基建成本。大势港在设计之初就全面布局了下一代新能源加注基础设施，不仅自身追求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更要成为全球绿色燃料的超级加注站。这意味着未来的远洋巨轮即便不想停靠新加坡，也会因为需要加注清洁燃料而不得不来。当邻居们还在为了传统重油加注的几毛钱差价争得头破血流时，新加坡已经提前拿到了未来绿色航运的定价权和标准制定权。这才是大势港作为保命符的终极意义。它绑定的不是眼前的货物，而是全球贸易的未来规则。你认为在逆全球化趋势下，新加坡的这种中立红利还能吃多久？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从一片荒芜的填海地到主导未来全球贸易的超级枢纽，大势港的背后其实是新加坡人骨子里的危机感。他们太清楚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与其等别人来掀桌子，不如自己先砸碎旧饭碗，重新定义游戏的规则。这种在巅峰时期依然保持极度清醒，甚至不惜豪掷千金自我革命的底层逻辑，不仅值得每一个国家深思，同样也适用于在这个人工智能爆发、行业疯狂洗牌时代中感到焦虑的我们。当外部环境的红利消失时，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死死守住既有的优势，而是永远来源于你主动重塑自身价值的能力。如果你喜欢这种硬核的地缘经济与商业逻辑拆解，请务必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提醒，也欢迎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需要的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